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琉璃坍塌的路人缘，琉璃算是实力演绎亲手拆 CP 了。尽管有女主演技结局烂尾的质疑，但琉璃无疑是今夏最热的古装仙侠甜剧。剧中云歌会从昨晚到今天又给社交网络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话题，想来也很感慨。剧中夜之前最引发争议的还是男女直播吻戏出圈，当时被嘲的还是女主袁冰妍。结果剧中收官云歌会后，男主程毅被顶上风口浪尖。起因是程毅袁冰妍全程零互动、零交流，网友形容两个人虽然站得很近，但是中间却仿佛隔了一条银河。云歌会袁冰妍还沉浸在角色里，情到深处哭得梨花带雨，程毅在身边却连个安慰的眼神都没有。云歌会后，程毅微博粉丝数从1234万掉到了1228万，袁冰妍涨粉6万。由于活动全程只有眼腾蛇的白树对袁冰妍说了一句玄机别哭，网友说第二部实在不行改个剧本，一起磕腾蛇玄机。云歌会收官之后，导演说既然大家这么喜欢琉璃，那么琉璃是会出第二部的。但琉璃怎么成为今夏爆款的剧方忘了吗？剧集开播几乎没流量，开播前几集两位主演颜值和演技一度被嘲，可是播出10几集大家都真香了，开始夸司凤玄机好甜。哪怕有直播吻戏事件的迷惑操作，也丝毫不能阻挡这部剧大爆。两位主演程毅和袁冰妍也从娱乐圈小透明一跃变成在95花生中脱颖而出，拥有了姓名。这样的大热 IP 加今夏爆款拍续集本来也是常规操作，可是刚剧中男女主就尴尬成这样，剧粉的心都被伤透了。第二部如果真拍出来，还有再爆的可能吗？男主避嫌避到掉粉，这是什么影视圈失败危机管理经典案例？讲真，如果让大家盲选2025夏季荧幕老公是谁，程毅必定是大热门。出狱夫妇历经10生10世的磨难，在第10世终成眷属，喜结良缘。剧集拿下灯塔、猫眼、孤朵、微博电视剧超话等权威榜单第一，豆瓣评分高达7.4，站内破热度纪录，站外口碑席卷多榜单，今夏爆款仙侠剧非他莫属。程毅靠这部剧微博增粉近400万，还登上2025年37周艺人网络影响力榜单的首位，妥妥火出圈。出道9年，原本在圈中默默无闻的程毅，本来可以顺着琉璃铺出的青云路一路向上，一场剧中云歌会人设口碑都瞬间跑偏，男主避嫌避到掉粉，成为影视圈又一则危机管理失败经典案例。照道理，云歌会最后一次官方指定营业对不对？粉丝还期待男女主最后发糖，结果全程陷入无限尴尬之中。袁冰妍和程毅虽然站得很近，但全程毫无交流。唱歌的时候，程毅不是目光直视前方，就是全程把头别向和袁冰妍相反的方向。到主持人引导的互动环节，主持人问想对出狱夫妇说什么，袁冰妍说的是 CP， 出狱夫妇会在另一个平行时空过上幸福生活的。程毅说的自己感谢大家喜欢司凤，虽然司凤结束了，但是程毅还在。想问程毅这个说法哪里来的？司凤怎么就结束了？剧集以后不播了吗？程毅接受主持采访的时候，自己回应了发糖少的问题，说这是戏里，粉丝还狂赞说哇爱豆好清醒。但网民一针见血说问题根本不是发糖不发糖的问题，而是程毅在整个互动的过程中绝口不提 CP 话题，一个眼神的交流都不给，和女主有仇吗？但许多 CP 粉本是抱着看男女主互动的期待花钱看直播的，不营业算不算让粉丝白花钱呢？
还有网民分析，这是因为他和袁冰妍的很多话题都趋于负面，刻意疏远是为了进提纯，也是防范风险。但这场云歌会的意义就是跟剧迷一起怀旧，要提纯为粉是不是也太早了点？现在针对诚意掉粉的情况，有网友的回复也是有点嘲讽的味道。没事，他不 care 这些 CP 粉，人家是要往顶流方向去的。哥哥今晚也就掉了5万粉，没事，独美值得。才开播近半月，播放量破2亿，哥哥能打唯粉多，顶流。要说狠，还是脱粉的粉丝狠，一针刺中长安洛，这才叫一针见血。有网友发问 ：CP 红利也吃不了太长时间，反正 CP 粉最后不是脱粉就是回踩，提早一点拆 CP 有什么问题？但拆 CP 也没有必要拆得天崩地裂。必须的先承认的是，程毅是个好演员。剧中的程毅不仅古装扮相惊艳，满满的少年感和出色的演技更是被人称道，哭戏和眼神戏被赞一绝。但如今的国产剧要出圈，除了品质，还有一个关键是互动，而程毅这一次就始终在一项至关重要的能力上栽坑。及格的危机管理能力，说到底是爆发之后缺乏对舆情的评估和对剧粉的同理心。程毅说发糖都是在戏里，平常大家多吃点糖就好了。但就算不发糖，也不必打破剧迷最后的幻想，拍完戏不必和女主变成互不熟悉的陌生人，因为这对于剧粉和 CP 粉而言就是被抛弃的感觉，缘分一道桥没了。男女主尴尬的仿佛中间有道墙，唯粉提纯多少不好说，剧粉先损伤了不少，路人网民的情绪就是幻灭，这当然是影视圈最失败的舆情风险管理。程毅团队根本没想清楚的是，观众为什么看琉璃？这届仙侠剧男女主 CP 感有多重要？琉璃就是最好的证明啊！很多人问琉璃到底凭什么爆火？仙侠剧从《仙剑奇侠传》开始走了10几年，除了三生三世变成了生10世，故事几乎没有创新，就连女主不懂情爱都是香蜜的老套路。但事实证明，观众就吃这一套。玄机和司凤的爱情线是典型的落花无意流水有情。由于60不全，玄机撩起司凤的情意，自己却又全然不知。套路都是老的，为什么最后还是打动了观众的心？因为演员的表演非常有说服力。从男女主10生10世虐恋，到女主成为战神那句这天界，我守的也杀的。男主对女主说楚玄机，你始终是个没有心的人，眼神中的痛苦和苦涩让观众感到这段奇幻爱恋是真的。到女主眼睛里蓝光一闪 buff 一开，发狠话表示要保护司凤的时候，又像拿到男主剧本。这些情谊层层递进，感情渲染得非常到位，也就让观众自然地感同身受。观众看剧就是一个恼人的循环，玄机逗完司凤就是甜，一到玄机犯蠢让司凤误会就是虐，最后司凤生气玄机去哄又回到甜。在甜虐甜的循环中，男女主的爱情被反复确证，观众的心绪也随之过山车般起伏。虽然演员的表演不算是十全十美，袁冰妍饰演的楚玄机是前期天真无邪的60缺乏时期比较出色，程毅是越到后面哭戏越多戏越好，但这段爱情故事演的是成立的。而观众之所以入戏，也是因为这份真实的 CP 感。早期的仙侠剧往往改编自游戏，主要内容更偏重男主的热血成长。男主主要任务是锄强扶弱，侠肝义胆加神魔大战拯救苍生，爱情不过是意思的副业而已。现在的仙侠剧颠倒过来，重点看缠绵悱恻恋爱线。琉璃几乎集合了网文中所有流行的设定，将爽、甜、虐3元素发挥到极致。仙侠剧早就变成了仙侠恋爱剧。这类剧成败的重点是驰骋天界的俊男美女，给荧幕前的观众提供了一个虚幻但无比美好的想象世界，
这份 CP 感被打破，这个世界就跟着烟消云散。所以这届仙侠剧男女主 CP 感有多重要，琉璃就是最好的证明啊！琉璃坍塌的路人缘，琉璃前后舆情的变化过程，值得所有影视剧团队复盘学习一下经验教训。回顾一下剧集开播到现在，争议点也分为2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围绕女主演技、颜值和现场接吻的争议。第2阶段是男女主收官零互动而起的翻车出圈事件。上阶段的问题还是男女主过度营业，除了还原名场面的亲脸戏，2位当事人反复强调剧组氛围很融洽，2个人真的很熟。肉眼可见的努力，即使有争议，还是让大部分剧粉开心了。第2阶段舆情爆发的引爆点，却是男主满脸都写着爱情都毁灭吧，赶紧的。是观众吐槽声达到顶点。之所以发生这种尴尬的情形，从危机管理角度看来，原因无非有2：一是剧组从头到尾疏于舆情管理，任凭争议沸腾；二是对观众追仙侠爱情剧的大众心理缺乏基本预估，放任观众情绪不断放大，最后爆发。这届仙侠剧的受众特点就是更为年轻化。从2025年的《花千骨》，再到2025年的《香蜜》和2025年的《陈情令》，追剧追的是一份代入感。所以剧集开播前期被吐槽的一直是袁冰妍，有观众说直接被劝退。可是随着玄机变长，喜怒哀乐重新找回60，角色的成长与顿悟是肉眼可见的一步一个脚印，观众的吐槽声就小了。到了剧中是被嘲的，反倒变成了男主。这背后除了袁冰妍自己努力，和剧方态度也有关系。就说这场剧集中场秀，开场舞时袁冰妍只在最后20秒时才上台跳了个结尾。有一轮游戏需要主创抽签选搭档，结果竟然没有袁冰妍的签，他只好和导演站到台侧去。这等于把袁冰妍放到了一个弱者的角度。本身已经很容易激发网民情绪，结果诚意的态度一出，就像点燃了火药桶。到了6日凌晨，欢瑞世纪中凯微博发文称，琉璃结束了，后续可以关注欢瑞追责某公司和旗下艺人的违约事件，诚信守约是基础，但是你们没有。疑似剧集刚结束就要官方开撕，但这等于直接忽略了观众感受。官方拆 CP 成了负面评论新的传播点。这背后有个老问题是，如果理解观众追剧的心情，就该明白做剧也要学会把观众心理当回事。剧集和观众从来都是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的关系。观众对剧集寄予的情绪能让剧集迅速出圈，但却更需要更过硬的危机管理实力、更成熟的舆论管控和足够明智的决断，才能远离风险，驾驭住风浪。反之就是剧集刚结束就令主角在热度中深陷争议，直接打消了部分观众看续集的兴趣，真的划算吗？剧方是在商言商也没问题，但要是真的把剧集作为商品来售卖，就请把 CP 管理和演员人设管理也放到商品损耗里去。所谓的用心，也包括关注观众的真实需求。所以高级演员诚意，剧集结束首拆 CP， 缺的真是那一位 CP 感。他缺的是把自己重新从角色里扔出来，对观众的同理心，也是团队对剧集合理的舆情管理。导演尹涛发表感言，确认琉璃将拍第2部，原本是顺风顺水可以再下一城，如今剧组面临的问题却是，如果还用程毅和袁冰妍，观众还能投入吗？如果全部换人，那琉璃2还能再爆吗？随着琉璃大热，一大波仙侠剧正在赶来的路上。如果说后来者能够从琉璃这些学到什么，那就是做影视剧节目，好好创作是基础，但在互联网时代，剧集出圈完成 KPI 以后，危机管理同样重要。而最重要的危机管理策略就是永远保持对观众的同理心。